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做好了刷石机，但是下面的熔炉组呢，只做了正面的这一半，后面还没有做。不过我线下呢也把它给做好了。那么这一边的熔炉组呢是有2组，像上面的石头，上面原石烧成石头，然后掉下来再烧一遍，最后把它烧成平滑石头，就掉到这边的箱子里面来。那么这一套庞大的机器呢，我把它的开关也把它全都给弄到这下面来了，这样我们就方便的能够开关上面的造石机以及下面的这个刷地毯机。由于这里的刷石的速度实在是太高了，经常把造石机关闭以后，这里面的漏斗仍然还剩很多石头，所以呢，总开关和刷地毯的开关不能够把它设计到一个拉杆里面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一关机，下面的地毯不刷了，最后呢就会造成这里面的石头全都堆积在里面，然后燃料全都用完了。家里面的火药用完了，像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业原材料怎么能没有呢？像我这种懒人又不喜欢去打怪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个刷怪塔，用来刷这些怪物的掉落物。那么这个刷怪塔呢，我是打算做成那种流水式的刷怪塔，往天上面垒很高，然后我们要在高空挂机。那么做这个刷怪塔的要求呢，需要选择一个平整一点的地方，不能够旁边有高山，否则我们在上面挂机的话，会有很多刷怪的范围就跑到旁边的山上面，所以呢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刷怪塔的效率。我们需要把所有的有效的刷怪面积全都把它压缩到刷怪塔里去，这样才能够达到最高的效率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找一个平整的地方，就比如往这个方向走，前面有一片海，可以在海边做，或者是在海上面做都可以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海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。我们一会儿要在这里开始建设我们的刷怪塔。回头看呢，也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家里我们家其实离海并不是很远。从家里走到海边呢，其实这条路还并不是那么好走，虽然不是很远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修一条路，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更方便的往海边走。然后我们把某人开心柱把它搭一下，这样看起来呢，就更加的符合科学常理。我们做这个流水刷怪塔呢，还需要一些烫脚板的方块。那么这个刷出来怪，最后都是将它们给摔死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个岩浆块呢？那么这个岩浆块就是用来处死那些机骑士的。由于机骑士从高空中摔下来，它是不会死的，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岩浆块将它们给烫死。我们先搭到海面上来，先随便选一个点比如我们以这个点为中心，我们就把它像这样做好一个标记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中心在哪里。我们之后呢，要以这个点，然后一直搭上去，搭到上面来，这是一个中心对称的一个结构。这最下面一层呢，我们就暂时搭这么大。我们要把上面的刷怪平台先把它给做出来，我们才能够知道下面要做多大。那么这最下面呢，我们到时候要全都铺上铁轨，铁轨上面要用漏斗矿车将上面的掉落物进行收集。那么这第3层呢，全都要铺上这个岩浆块，铺满岩浆块。我们要从这个岩浆块上面往上搭26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我们搭到这一格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平台了。那么26格呢，怪物摔下去可以造成22点的伤害。那么僵尸和苦力怕还有小白肯定是掉下去就直接摔死了。那么还有一种怪物呢，就是女巫。女巫掉下去她摔不死，但是呢她还剩3滴血那么她只要变成残血的状态，她就会想喝药，但是呢她还没有来得及喝药，它就已经被这个岩浆块给烫死了。所以这个高度的选择呢，就正好26格能够处死所有的怪物。这边已经搭了有4层了，上面我们还需要放发射器，将水把它发射出来，然后使上面的怪全都给冲下来。我们现在呢，上面全都插了火把，走之前我们一定要插火把，否则上面刷出来怪了以后我们就不是那么好对付。家里的矿呢，我也整理了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么多红石，那么这么多红石呢，没有一个是我挖的，全是和村民交易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做一些发射器，那么这个发射器呢需要用到弓，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弓怎么办？这个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不需要去杀蜘蛛，或者是做一个蜘蛛刷怪场，我们可以直接找村民交易，找这个制剑师。这里已经有很多职业都已经被我弄出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制剑师，他这里呢只要2个绿宝石就可以换一个弓，所以呢我们根本就不用去打蜘蛛直接通过交易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弓，而且这个弓非常非常的便宜。在我们放发射器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找清楚这个平台的中心在哪，从这里走过去。可以看到呢，这一排就是中心，然后我们在中心的4个方向放上4个发射器，然后往里面再放上水。如果这个水它泼出来的话，一定是正好能够冲到这个边上的，它是不会流下来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形状要这样做，这个水呢它就是刚好流不下来。
如果这4个发射器同时发射水，就可以使这个平台上面全都是水流，所以怪物就没法站在上面，最后全都被冲下去。在我们搭完了16层的刷怪平台之后啊，上面要封顶，顶上面的光呢全都给盖住，从这个边缘往外数8格，这里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8格。只要往面延长8格，就可以把光全都给挡住。最上面的一层呢，也是同样的，把它盖成一个菱形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刷怪塔的中间，我们需要把中间的这个电路啊，把它做好，才能够使这个发射器每一层都能够发射出水。那么这个电路的设计呢，是采用的里芒古的那一种做法。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它能够朝下传递这个红石信号呢？只要这上面这个活塞啊，让它伸出，最上面那一个呢，是我做多了啊，最上面那一个可以忽视。首先激活这个活塞，它会往下面推，往下推呢，就可以使这一层的发射器啊发出水。当它推下来之后，这里有一个点状红石，这个点状红石呢，它对下面的发射器它是一个斜向的充能啊，这3个发射器全都是斜向充能，所以呢，它们处在一个 BUD 的状态啊，方块更新的状态。一旦这个发射器的周围有变化，就比如说这个活塞，这个活塞呢，它是会被这个点状红石给激活的，所以呢，它会伸出。它一旦伸出，它就对旁边造成了一次更新。那么这些发射器呢，它又是处在一个 BUD 的状态啊，只要旁边有更新，它也会发射出水。所以呢，上下2层都可以发射出水。然后第3层呢，这也是一个道理，第3层跟第1层是一样的。那么第4层呢？和第2层又是一样的，这边的红石信号呢，它是一个由上往下传的这么一个顺序。如果我们中间做的是火把塔的话，火把塔它就是从下往上传，然后我们要把每一个发射器里面全都放上水桶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用冰块啊，把它敲碎，好，再把它放进去。我们身上可以带很多铁，桶呢就直接用铁来合成。水的话，我们就只用冰啊，把它打碎丢进去，这样我们就不用跳下去一桶一桶把它接上来了。我们上面这16层呢都已经做完了，然后这下面的收集平台呢，以这个边为准，然后往面数1、2、3、4、5，数大概5格，怪应该不会掉那么远，所以呢，这上面全都要铺上啊。待会我们全部要铺上岩浆块，在铺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把下面的铁轨都把它给做好。这边的铁轨呢，我已经放了一大半了，现在身上也没有铁轨了，还得再回去刷一点。这边就是收集掉落物的，待会从上面接一个很长的一个漏斗，一直接到这里来。本来打算在这里做一个分类的装置，不过这个空间太小了，应该做不了了。那么这个漏斗呢，我们要从后面把所有的箱子全都戳上漏斗，戳完漏斗之后，上面横着这一条啊，也要放上这个漏斗。这个漏斗呢，它会优先往下面漏。如果它发现啊，如果下面漏斗东西装满了，然后就会往前面漏，就会往漏斗戳向的这个方向继续漏。在上面呢，再把它接过来。我们这里就不做那个自动熄火装置了，由于这边刷怪塔它的产量并没有那么高啊，所以只要矿车走到这上面来就可以熄火就行了。我们一会要把这个铁轨全都连到这上面来。在我们放完了这些漏斗之后，还要再检查一下是否还有地方会刷怪，一定要把火把都给插好。那我们剩下来的呢，就是要激活这些铁轨了。激活这些铁轨，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岩浆块上面放这个拉杆，它是可以使下面的动力铁轨啊激活。在我们放完了这些岩浆块之后呢，每一排都放上漏斗矿车。我们最后呢要爬到顶上面去，把上面的控制电路做出来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，就是把这个活塞把它给激活。激活之后，我们过来看，这里可以看到呢，它只有偶数层啊，第2层、第4层、第6层才有水。我们再把这个，好，我们接着刚才讲啊，这边只有偶数层有水，我们需要把这边的红石块再把它打掉。打掉之后啊，这边每层都有水了。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水收掉，一样的，需要先把它给激活，然后再把它给打掉，这样的一个顺序就可以使这边的水全都泼出来，然后再全都收回去。那么这上面的控制电路呢，我已经想了很久了，我没有照着李芒果的存档来做，由于它的那个计时的电路太复杂，比这个复杂100倍。如果我去研究它的那个，肯定这一会儿弄不出来，所以我自己就想了一个做这种脉冲的一个方法。我们知道这个需要2次脉冲，那么这2次脉冲呢，它不能够太短，如果太短就会出问题。
就可能会导致下面的水流最后就会不统一，有的收回去了，有的没有收回去。我们需要做的呢，刷怪塔呀，水都是能够全部都一起泼出来，然后全部都能够收回去，不要到最后偶数层收回去了，奇数层没有收回去，这样的话就会很影响效率。虽然我这个最后调出来这个效果啊，有些层水流泼出来泼的比较晚，但是大体上呢，能够保证所有层啊都能够把水泼出来，然后最后都收回去。这里呢做了一个2次的脉冲，通过这个循环的漏斗把物品丢进去，它会像这样循环的往里面漏，然后通过一个漏斗计时器来控制里面的物品流动的速度，从而使它的速度稍微慢一点。就这样做出来的2次脉冲，一个是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器，只要当物品流到这一个漏斗里面，就可以形成第1次脉冲，然后到这里就形成第2次脉冲。那么这2次脉冲呢，我也是调过它们的距离的，我之前是放在这一格，然后就改了这一格了。放太远了，这个2次脉冲之间隔的时间太长也不好，太长也会对效率有所影响。由于今天时间有限，我也就只调了这么多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，也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了。今天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租了一个这个流水刷怪塔，然后最后的结果呢，也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。我下去还得再花一点时间来琢磨一下这个电路。好的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最后还漏讲了一点啊，就是这个刷怪塔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来挂机，我们挂机肯定是不能随便找一个地方在那站着不动就挂机的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我们挂机呢要从最下面的岩浆块的那一格开始数，往上数125格左右啊，当然120格就够了，如果数太多的话，可能就会使那些怪啊掉下去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如果怪物离玩家127格以上，怪物就会直接消失，它就并不会掉下去摔死。所以呢，这个格子大家一定要数清楚。